诸位同学，大家好。上一次讲到了凡先生孔先生算他53岁有灾难，这一年呢，他平安地度过了。对他儿子讲，总结凡是祸福自己求的，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如果讲祸福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是一般世俗之论，是不可靠的。接着告诉他的儿子，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这即富贵荣显呢，常作没落想。即使你命中有富贵荣华，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已的想法。即使当顺利常作复逆想，就是做事情很顺利，还是当作不称心的想法。借眼前做事，常作平局想；借人相爱近呢，常作恐惧想；借家事望重常作卑下想；借学问颇优常作前漏想。那么这些教他儿子要学谦虚易经里面说的六爻皆吉，只有一个牵挂。书经里面说的更好，满招损谦受益。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好的环境也好，不好的环境也好，都要谦虚，万万不可以傲慢。这个是这一段的话了，意义非常深刻。然后教他原思养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言，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贤己之邪。这6个思就是想你要常常这样想法。这6条呢，确确实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人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个6条是标准。第一个，要常常想到广大祖宗之德，这一条是根本我们的祖宗是谁呢？我们民族的祖宗。历史上所记载的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啊！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袭古圣先贤道统而来的。这一句话要用现代化的来说呢，要常常想到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啊，这个文化历史非常悠久，这个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啊，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鬼神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互助合作啊，要常常想念着如何把祖宗之德落实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利益现前的社会大众。敬是盖父母之言啊，这说到敬处，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啊！为什么？家里面有一些不善的事情，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常常说给外人听，外面人呢，对你这个家庭自然就轻视了，甚至于引起他不善的企图啊，来破坏你家庭和睦啊。所以谚语有谓呀，祸从口出啊。家庭如是，社会也如此。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细细思维，我们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古人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眼前吃了大亏啊！老人言是什么呢？老人教给我们对社会、对人群，应当隐恶扬善啊！看到别人不善的地方，不说啊，绝不宣扬，也不把它放在心上。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应当要赞扬啊！这种做法使不善之人会感觉到自己惭愧啊！我做的恶事，你看人家都能包容，都能原谅我；我做一点小小的善事，人家表扬我啊，赞叹我，能够激发大众的廉耻心，激发大众的惭愧心，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世界才会有和平啊。那么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在中国，在外国看到的恰恰相反啊！现在这个社会是吧？隐善扬恶恶的事情特别加以报道善的事情往往提都不提这种做法让行善的人灰心了对那个做恶的人呢
对他是莫大的鼓励。社会动乱，世局不安，是其来有自那么这是讲到这家庭父母兄弟有过失，都要遮盖那一昧的遮盖也是错误的，必须要劝导劝导父母兄弟改恶向善。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绝不是在有外人在的这个场合当中只要有外人在呢，我们决定是隐恶扬善记住古人的教诲，这样做就对了上司报国之恩要常常想到报恩佛教导学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佛弟子天天念这个回向偈虽然口念，但是没有落实所以我常说不能把佛的教诲落实，我们用什么回向只是口里头念这个口头上回向，没有实质的这个德行做回向，这是自欺欺人这是错误的。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第二个是老师之恩，第三个是国家之恩，第四个是众生之恩。我们生活在世间，衣食住行都要仰赖大众，人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了，我们要常常怀念怎么报答呢？奉献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德能，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下施造家之福这个就是儒家教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造家之福，这是齐家了，家里头要整整齐齐整齐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伦理伦理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我们知道社会有秩序，这个社会安定；国家有秩序，国家强盛家庭有秩序，这个家庭一定兴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绝不是孔老夫子制定的古圣先贤制定的，那就错了人家制定的，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走？一般人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是孔老夫子绝不牵人鼻子走，释迦牟尼佛也绝不为难人，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要用佛家术语来说呢，就是自信里头你的真心，你的本性本具的德能本有的秩序，
是天然的，是自然的，绝不是人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真正肯随顺圣贤的教诲。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贤，原因在哪里呢？他并不是叫我们永远听他的教诲，不是的。听他教诲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你的境界提升了，原来跟他一样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它是平等的。这个圆觉华严里面说得更透彻，他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比应当成佛了更要亲切。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古今中外大圣大贤所垂训的教诲无疑不是清净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深入，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下面两句，外思济人之急，对外要常常想到众生苦难的人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常常想到一些苦难之人，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自己在生活方面一定要懂得节俭。我能够省1块钱，我就能够多帮助别人1块钱。我在一天生活当中，我能省2块钱，我就能帮助别人2块钱。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遇到别人有困难有急需的时候，就应当全心全力去援助。内思先己之嫌，那对自己对内先是防范，就是一定要懂得防范邪知邪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那么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是世界潮流无可厚非过去说这个话大概也有10年前了。我到新加坡讲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常住新加坡，每年去一次，在那边讲1个月。演培法师，这是我的老朋友，有一天请我吃饭，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独裁，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说你落伍啦。我说我并不落伍。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君主时代，这个皇帝你说他有私心吧，也可以吧，我们就不辩这个了。有私心也好，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都做皇帝，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他对于继承人教育就非常严格。
这是好事情啊。如果他的继承人要是把事情做错了，人民起义反抗，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那个开国的帝王培养继承人是用最大的心血去礼聘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这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辅导太子，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圣王、贤王啊！他有责任在呀，他想得长久啊。民主政治不负责任，他在位选上了3、4年，下台他就没事了。他想的没有这么长远，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如何改过自新如何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很可爱我读了这些书非常尊敬所以我一生赞成君主专制，我不赞成民主所以中国的革命，我非常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的思想确实是集东西方的精华他虽然推翻了专制，他主张一党专政这个就是结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了他知道君主的长处，也知道君主的缺点，他懂得西方民主的优点，也知道民主的缺点所以想出来一党这个专政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见解因为过去皇帝是一家人这个政权是在一个家族这个是君主制度的一个缺点那么它叫一党，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了，集合全国的精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来管理这个国家党内就有民主专制就负责任了。负责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正知正见，防范邪知邪见，一定要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能够防范邪知邪见。如果没有正知正见，邪知邪见决定不能防范。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邪知邪见充斥社会，这个不得了这个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灾祸的根源所以我住在新加坡最近这个3年，我对新加坡政府很佩服他们对人民是个负责任的政府我最初到新加坡讲经，受严格的监督我们去讲的经本要报备，所讲的内容也要报备经过审查他许可了，我们才能够开讲听说我们讲经的时候，每一堂课政府都有便衣人员在监听如果说的是邪知邪见破坏社会的团结，
破坏种族的团结、造谣生事，立刻就禁止。这好事情啊！现在一般讲民主的这个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诸位要晓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决定造成社会动乱那就是邪知邪见的，没有人防范了。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到今天还没有被灭亡，我觉得这个功德是历代帝王保护人民的政治正见，这个功德大了防范邪知邪见在社会上流行这一点现在能见到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分析给演培法师听，演培法师听了最后也不得不点头那么这个6种的思维，这提出6个思维的纲领这是正知正见的思维。下面了凡先生接着说：“勿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不可进。”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佛门里面常常讲开悟有人问我什么叫开悟我告诉他，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失，你就开悟了。你能把你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这叫真修行勿要是务必要，非要不可天天去检点、去反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学佛的同学们，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课早晚功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不着重形式早课的用意在什么呢？提醒自己，希望这一天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早课用意在此地晚课是反省反省我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有哪些做的是对的、正确的，有哪些是做错了的。晚课是反省做对了的，明天继续要保持；做错了的，明天一定要改正。这个早晚课做的就叫有功德了绝不是敲着木鱼念着经念给佛菩萨听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跟自己的思想言行毫不相关。这样做早晚课，不但没有功德了，造罪业造什么罪业呢？佛菩萨又不在面前，你顶多塑一个像或者画一个像，对着塑像画像你都忍心早晨就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他一次，你这个心太残忍了。所以这是莫大的罪过今天学佛的人多，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的人不多特别希望同学们早晚课要懂得早晚课的精神意义之所在就是此地讲的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一天不知道过时，你就安于自适，自以为是，这是大病啊！一天没有过可改，你就没有办法进步啊！不能进步，换一句话说，你决定退步。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廖凡先生后面这几句话感叹不是没有聪明俊秀之才有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这给我们提出了警告为什么这些人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德业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都是因循两个字害了因循是什么意思呢？就现在讲的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有认真的努力，在德学工业上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最后，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髓、至真至正之理其数万而免行之，无自旷也。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特别强调云谷禅师教导他这个立命的学说这一种学说精纯到极处至精至髓，髓是深深到了极处至真至正真是决定没有虚妄正是正决定没有丝毫的邪僻他自己一生努力的修学，改造了命运没有功名，命里头没有功名，他得功名；命里面没有儿女，他得了儿子命中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多活了21年这是足以证明云谷禅师的教诲正确，没有错误廖凡先生这几篇文字原来是教训自己的子孙后裔的他的后代也不错，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他不自私他恭祝大众，希望社会大众都能明了立命之学，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国家，乃至于扩展到这一个世界人人都能够依照这个教诲来修学，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全世界的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心量他们的德行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接着呢，我们看第二篇，第二篇是改过之法第三篇呢，
是积善之方，这2篇呢是重点是重心要用佛经的方法来说呢，这个第1篇呢是序品是序文的，第2、第3呢，这才是正宗最后1篇呢称为流通我们用3分来看这个4篇文章，文章的旨趣大致上就明了了，立命之学懂得了，明白了，从哪里下手呢？一定呢要从改过下手。人既不是生来就是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这个意思说，有了过失，不怕改，要有勇气改过，要有决心，要有毅力来改过所以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教训了他的儿子，小小过失都要改。我们一般人前面讲因循得过就是疏忽了小过失，小小的恶念没有把它看重于是小过失养成大过失，小的恶念呢慢慢养成大的恶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现在我们来看正文，第1段是讲改过之因避祸纳福是人之常情，可是吉凶祸福决定有预兆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文章一开端，了凡引用古人的记载，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一而谈其祸福，弥不厌者，祖国诸记可观也春秋时代，孔子就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周朝周朝到了晚年，王室的衰落了这许多诸侯对于周天子大多都是阳奉阴违，各自都有私心，扩展自己的势力，所以春秋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孔子生在这个时代也是感慨万千那个时候的诸大夫们这个大夫是诸侯国君诸侯的助手大概像现在这个政治组织里面这个部长总理都属于这个大夫这一个阶层的人物他们
见人多了，学识经验丰富啊，看到这个人的举止，听听这个人的言语，啊，一而谈其祸福，啊，这个意识猜想。想到他将来的吉凶祸福，哎，可是都能够说得很灵验。这些事情在《左传》国语、左传国语都是左丘明的著书啊。注记那像《公羊传》《顾梁传》啊，许许多多记载呀，我们都可以明确的看到啊。哎，这就是说明吉凶祸福它有预兆。文接着说：“大度吉凶之兆，蒙乎心而动乎四体。”啊，所以人心里头存的善恶念头，你所造的这个善恶业行，瞒不了人呐。你能够欺瞒愚人，你瞒不了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这种人你瞒不过他啊！他真的是一眼呢看穿你的肺腑。现在世间还是有这种人啊！我一生当中就遇到好几位啊。我这3个老师啊都非常难得，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啊，在接人接触大众啊，有时候偶尔也谈谈啊，某人啊，这个命很薄啊，没有福，没有寿啊，某人心地醇厚啊，积功累德啊，将来必有福报。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对于福薄的这些人，都生怜悯心呐啊，教他改过修善啊，创造命运。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属于没有福报、短命啊，属于这一类的啊。我肯学，肯听老师的话啊，所以老师特别的怜悯我啊，教我改造命运啊，自求多福啊。所以这些预兆都非常的明显呐。蒙于心而动乎四体啊，心里头起心动念，自然表现在外面的就是言语动作。怎么个看法呢？这里提出一个原则：其过于厚者，常乎福；过于薄者，常尽祸。这是观察人呢2个原则啊。你看到这个人心地善良、厚道、待人忠厚啊，处处能替别人着想，这个人将来有福
如果它是相反的，这个心胸下折，起心动念呢，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事情呢，损人利己。对于自己没有好处的，他决定不做，对人很刻薄。这些人呢，没有福报。纵然他眼前有福报，眼前有福报，那是他命中的福，命中福不小啊。因为他存的心不善，行为不善，他的福已经折了。折了还有余福。由此可知，他要是存好心、行好事，他的福报一生享不尽啊！他的余福一定子子孙孙都享受到。这是事实真相啊！所言多义，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世俗人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常识，眼光就像被被这个东西遮住了我们现在有人讲呢，白内障白衣障住眼睛，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说祸福没有一定。而且没有办法预测，这是世俗人的看法。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不是这个看法，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接着说，至诚祸天，佛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这是说明祸福可以先知的，可以预测的相当准确的。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在此地这个第一句话了，他就说出来了：至诚祸天。我们要想有这种能力，只要把这4个字做到了就行了。我们以真诚、起心动念，祸福自然的法则，这个天就是自然法则，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这丝毫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绝不加丝毫妄想分别在里面。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了心地真诚、清净、平等，这能力现前了一个人这个福报快要现前了，你看他观其善而必先知之，你能够看得出他的心善、言善、行善对人厚道，我们就能够推想到他的福报快到了如果他的思想、言行不善，我们就晓得他的灾难越来越近。小观察一个人，大呢观察这个社会，观察一个家庭，观察一个团体，乃至于观察国家世界。
没有不准确的呀。这个里面有道理在啊，有学问在啊，决定不是妄言啊。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这一生当中，特别是将来的吉凶祸福，应当从这个地方反省啊，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纯善，自己可以肯定在孝福来了。如果自己的心不善啊，言不善，言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行为不善，自己要警惕，祸患灾难呢，这必定是一天一天接近啊！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无不如是啊。这下面呢，这是讲改过的基础啊。先说今于祸福而远祸，这就是趋吉避凶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他这两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排列的顺序就从这儿来的啊。我们没有谈这个行善积德之前，先要讲改过。为什么呢？过如果不改，改得不彻底，改得不干净，那个善呢，虽然修善，善里面夹杂着恶，善也不纯，所以善的功就不能够显著。因此，改过是积善的先决条件。好，今天就讲到这里。